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黄金价格多少才合理？那么最近呢，黄金有回调，很多读者又开始恐慌了，觉得说，这个黄金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哈，过去这些年，现在是不是它已经涨到了一个顶点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一个全球货币体系，当然是以美元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跟逻辑来分析一下这个黄金价格到底多少才合理哈。那么最近呢，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帖子，看完之后我笑了半天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啊，真是难以置信啊！特朗普提高关税呢，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因为通胀可能要回来了。特朗普降低关税，收益率依然要上升啊，因为经济增长要回来了。特朗普啥都不做，收益率还是上升啊，因为美联储不会降息。说今天呢，债券市场已经成为特朗普跟贝森特的首要任务哈，总统跟财政部长的这个首要任务。所以我们会在新闻当中会发现呢，就是说他们出来做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新的一些澄清的时候，基本上并不是因为股市波动的时候，而是因为债市的波动。那么呢，这一幅图呢，其实在前年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哈，当时是刚好是这个往上突破了这一条40年的趋势线哈，这个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当时录了一个视频哈，大概是叫股债收益率失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股债平衡就是长期的资产配置在股跟债当中平衡的最有效的时候是这个整体收益率下行的时候。如果是回到了这种上行的状态的话，股债平衡策略就失效了，应该是股商平衡，就是股票跟商品的平衡啊。那么当它往上突破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跟大家聊说，这个时候就是未来几年是股票跟商品我们去做平衡，去做资产配置的时候，股票好的时候去投股票，对吧？商品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黄金白银，在一个大的趋势上它是往上走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不管你很多在这个时间段市场对新闻的反馈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应该是国债收益率下降，但它现在反而是上升。就对于大部分的新闻和事件来讲，国债收益率都是上升的，明白吗？其实它体现的是两个东西，它往上走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信用的一个利率。我们说你信用越好，你发行的债券你的利率越低，它整个往上走代表着国家信用的往下走。那么这个国家信用由什么来决定？就是债务总和。那我们说债务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再叠加未来的通胀，所以它整个这个是往上走，可能会回到整个这个年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我们未来会有很多年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管它做什么，收益率都会上升，它很难控制。那么我们讲说现在中美的这个博弈，特朗普让步了，对吧？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让步？那美国政府呢，当前的两大目标就解决两个事情，一个是贸易赤字，一个是财政赤字。那么贸易赤字呢，单靠贸易战肯定是远远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削弱美元价值来辅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说未来这90天的谈判，我们更重要的是看的是它有没有关于汇率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哈。那么要搞定后面这个财政赤字的话，要缓解财政赤字肯定是需要压低利率，这样的话在债务展期的时候才能降低债务的融资成本。那么这两条线相互交织，其实就本质上就构成了目前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同时这个逻辑也是黄金上涨的底层的逻辑。特朗普这次呢，为什么让步了？其实本质上是他政策的步骤错了。当然了，对他来说很难，因为他任期只有4年，对吧？那最难的政策肯定第1年要出来。我们以前讲过美国的4年的股市的周期，那这4年的股市周期第1年会比较差一点，因为总统会把最难的政策放在第1年去推行，这样的话到第2、第3年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效果产生，为了下一次的竞选去做准备。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急于推进这个关税呢，其实呢应该放在后面，它放在前面就会有产生很多问题。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关税升级之后呢，就会冲击通胀。这个关税升级对通胀的冲击是很快，它本质是一个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突然间的一个冲击。所以其实超市的价格我们会发现根本不用很长时间去反应，很快2个星期马上价格就上来了，所以它会冲击通胀。那在通胀出来之后呢，利率会上升，那么利息的支出呢，政府的利息的支出就会激增，那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大，那我们说刚才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财政赤字扩大，美元就会贬值，信用降低了，对你的债越来越大，所以你的美元贬值，然后通胀怎么样，会再往上跳，然后股市就下跌了。那大家知道美国人至少有一半的财产是在股市当中的，包括他们的养老金。当财富缩水的时候，他们的消费就会下降，然后整体经济下降之后，税收就会下降，税收下降之后，政府的收入下降，赤字就会再扩大，那再去搞关税，所以它整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按道理说，就是应该先搞的不是关税，应该先搞的是债务跟 GDP 的这个比值，先把这个搞下来之后才有政策的空间去做关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出来了，没有办法解决，那特朗普就让步了，对吧？好了，那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回到了我们最主要大家关心的话题，就金价到底涨到多少才合理？好，那我们说呢，就是他要解决这个债务占 GDP 总量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有一个杀手锏在他的手中，就是美国财政部手里的，他还要握有很多黄金。那么现在这个黄金呢，在账上的挂账呢是40多美元，还按照70年代的黄金价格来挂账那么如果说把这个黄金跟美元，就是说它这个账上的这个黄金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来去重估的话，那么财政部的账上就会多出很多钱。那我们来算这个账，它多出多少合适才能解决这个债务占 GDP 的这个问题。我们记住一个数据，按照他现在手里已经有的这些黄金呢，黄金价格每上涨4000美元呢，美国的黄金储备就会多出1万亿。黄金储备多出1万亿美元的话，本质上就是它信用的一个上升，它的整个债占它的资产就会更低。那么我们分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止血，啥意思？就是稍微缓解一下这个债务规模。那么假如说按照现在黄金3400美元去估的话，那大概有9000亿的美元直接就注入了政府的账上，等于是6个月的财政赤字，就是吃一下止疼片，我先缓解一下。那么如果说想有一个大概2-3年左右，就是债务占整个 GDP 的这个规模是横着走的话，那黄金价格大概要6930美元，那就是1.8万亿美元，那它可以抹平全年的赤字。那如果说整个大重置，所谓美元整个的大重置，就是美元大幅度的贬值，然后整个的债务率回到了安全区，就是彻底翻篇了这个事儿，同时也重置了财政，黄金大概要19140美元。这个话题呢，我在我最近的直播当中讲，那场直播我讲了3个小时，那有朋友讲说你讲3个小时，我又去回看一共看了4个多小时，里面确实干货很多，那我很难在今天这个特别短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感兴趣想更深入的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那个公开的免费的直播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讲，就是黄金可能会怎么走，就更加细节一些。就是现在美国政府财政部他手里握的这些黄金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写文章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在过去其实呢有2次这个美元跟黄金价格的一个大的重置一次是在1931年左右，然后一次是1970年左右。那大家知道这一次呢，就是布林顿森林体系它瓦解，那这一次本质上是美元跟黄金的脱钩，其实本质上就是债务违约。你本来欠我这么多的美元，这么多的美元对应了那么多的黄金，可是你现在说这个东西它对应不了那么多黄金了，黄金价格暴涨，本质上就是美元跟黄金之间关系的一个重置。在1931年的时候也做了一次重置，当时呢是从30多美元吧，原文规定的给它
加到了40多美元。就是说它重置2次呢，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债务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它所谓的这个货币体系不得不去翻新的时候了。那么现在目前呢，也是在这个长周期的位置哈。这个长周期怎么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直播，这里就不细讲。总之呢，我们又走到了之前的这2次的这个时间段，美元也好，还是整个美国的债务规模也好，需要再去做一个大重置，全球的这盘棋才能继续往下玩，否则呢，就会有地缘冲突的重大的风险跟危机，这是谁都不愿意去看到的。我觉得呢，就是测算之后呢，如果是按照这个整个大重置，就超级大重置的话，不仅是整个的债务率也好，还是财政也好，整个全部大重置，美元呢会贬值80%。当然这不是一天啊，是很多年下去。那么这样下去呢，就是通胀就会暴涨。那我觉得呢，我们没有走到那一步，先不要那么去预期。那有朋友问我说，那它就会涨到这里吗？不是哈，我们做宏观分析，只是说一个大概的方向。那么现在目前呢，在一个长期的平均来看哈，我觉得呢，应该这个黄金的价格是在这2个数据中间会比较合理，也就是1万美元会比较合理一些，就是它可以解决目前当今世界的货币系统的问题、债务的问题。这是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分析，大概1万美元左右。那我们再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叫黄金抵押率，它是美国官方黄金储备的市场价值与国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余额之比，称为安全资产覆盖率或者黄金抵押率。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欠你外国人的债，外国人哈，不是本国，我欠你外国人的债，我需要用黄金去做抵押哈，就像我们普通人去银行贷款用房子去做抵押一样。你抵押这个房子价值有多少？美国的欠国外的这些投资者的债背后有多少黄金作为保障？那么现状呢，大概是10%左右。如果是把金价算成3000美元的话，大概是10%左右。那黄金呢，仅仅能覆盖10%都很低，对吧？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呢，20%，那黄金价格就应该是6000美元才是合理的。那么如果是长期的均值的话，从1947年到现在应该是40%左右，那大概就是12000美元才合理。也就是说，你美国政府手里持有的这些黄金，你要估值到12000美元，你欠别人的债，你用这个来做安全的保障才是合理的，否则这盘棋就没有办法往下继续了。有朋友就会问说，其实也有美国的就是边的人去问，就是问这个财政部长哈，前一段时间他们开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你手里这些黄金，你有没有打算去重置？他当时的说法是现在还没有。在历史上，美元价值的重置，我们刚才讲只有2次，每一次本质上都是美元债务的违约，是一次对美元信用的重大冲击跟重大，不能说毁灭吧，就是重大冲击哈。那么他要重置这个的话，就一定要在合理的时间点，能够保证他做这件事情之后能够重置完成。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不可能今天说现在账上的东西重置，现在把这个我们手里的黄金价格变成3000美元，然后再过半年说我们现在变成6000美元，它只有一次机会，它不可以反复的做这个操作，那会让美元的信用直接坍塌，就没有信用了，知道吧？所以时隔40年、50年才能做一次，所以它只有一次的机会。那么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它要等待黄金涨到一个价格，它一次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它还没有做这个事情，未来会，但不是现在。那就要看黄金上涨的速度大概有多久，什么时候，然后上涨之后能不能在那个时候解决它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整个全球的货币系统，整个这个系统要想继续往下走，黄金的价格不涨不行，这是我
我们讲未来5年以上的事情。目前的回调是一个短期高点的回调。那通过我们讲前面这些东西，我们就定义完了黄金现在的位置，短期是高点，长期应该是$10,000以上才合理。我们刚才说第一个的话，按照它如果想大重置整个美元的话，应该是19000。那么我们保守一点，在喘息跟大重置之间，大概是$10,000左右。如果是按照你欠海外国的钱来看的话，应该是12000左右。那我们就保守一点，我们说你黄金价格要$10,000左右，你才可以解决目前的货币系统的问题。长期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价格才合理。那么细节如何把控呢？这就是我上次其实写了一个文章哈，那一篇文章写的会更详细，建议大家回去看。那么在我的直播呢，讲这个图呢，讲的也很详细，包括还有分享了其他一些更细的东西啊，很有价值，你们可以回去看。但是呢，我在这里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说黄金的8年周期呢还没有到，那么可能在这种位置才会去回调。2030年、2029年之后是一个大幅度的回调，然后再继续上涨，再下一轮。那么在那之前呢，黄金会有回调，但是幅度不会很大。所谓幅度不会很大，就是不会到30-50以上，10%到20%的回撤是正常的。那么在操作的交易上呢，我始终就是跟大家讲，投资黄金要有格局，就是你不要说，哎，你看我是3000入，还是2900入，还是3100入，这从长期来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去问美国财政部长，你说黄金我是3100入还是3000入，在他心里黄金的价格要到多少，必须到多少，他心里很有数，他会在心里默默笑你。所以呢，投资黄金呢要有长期的格局，什么时候能够到那个位置，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可能。但是呢，细节上的把控呢，我建议不要太纠结，拿出一些气度来做。那我也建议呢，用3要素做。如果你真的很怕波动的话，用3要素去做哈。3要素不懂的也可以到我的历史文章去搜索。好，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真的对你有一点点启发，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哈，这样的话我也更有动力给你们更新。好，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请你在留言区留言，那我也可以通过回复你，基本上我都会回复或者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来给你们讲解。拜拜。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